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业余球友在购买底板的时候是否存在着一分价格一分货，也就是说便宜的底板就没有贵的底板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只底板的售价到底与什么因素有关。我觉得影响因素最大的还是品牌。就现在来看，一线的品牌主要有3款：蝴蝶、斯蒂卡、红双喜，基本上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点吧。那么这3大厂每年会赞助一些球队，也会赞助一些球员，也会做一些广告，还会赞助一些赛事。那么这些成本到底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从终端的售价就能够比较明显的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购买这3大品牌任何一款产品，你都要为它的这些赞助行为、广告行为而买单。那么这3家的产品价格卖的稍微高点，也就理所当然了。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这3大厂用200元的成本生产出了一款底板，它可能在市场上要到500左右它看150%的利润。那么一些小厂同样用200元左右做出了一只底板，它的终端售价可能只有300元。这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就产品力来讲，300元的小厂和500元的大厂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水平。由于一线大厂的成本高，其实不应该说成本高，它这个溢价比较高。第一是品牌，刚才第二呢讲的是这个赞助或者广告等等。所以说你想买一款产品，如果比较注重它的性能，以我实际的体验来看，最近几年一线大厂1000以内的产品力比较有限。这3大厂我们不可否认，每一个厂商都能够做出世界顶级的底板，因为世界的优秀运动员或者是一线的球员真有用这3大品牌的产品，而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么一些小厂或者是一些2线品牌，1000块钱以内的底板我觉得就可以使用了。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举个例来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国外的品牌胶盟不是说他做套胶做其他产品我比较认他做的底板。这个底板也不是说它产品力有多强起码比较符合我个人的要求。那么胶盟的底板你可能1000或者1000以内你就能够买到比较符合我要求的底板。那么在3大厂那里基本上可以说做不到，或者说即使做到你得挑有可能要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边。那么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话题，不一定1分钱就是1分货。我们业余球友在选择底板的时候，大部分人其实你就一只板，这一只板还要打好几年。你和我们这样的发烧友他不一样，我们对一只底板的判断相对来说更加理性一点，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水平，适合什么样的球友，什么样的打法来使用，每只底板都不一样。那咱们有的业余球友在选择球拍的时候，因为接触的底板比较少，所以在选择起来相对来说可以说比较盲目吧。拿着1000块钱的预算，他绝对不会买800元的底板，因为他认为800的肯定不如1000的。就像我们开始说的，2线3线的小厂200块钱的成本卖300，那你一线大厂200块钱成本卖500其实300和500基本处于一个水平。那么你花小钱，其实如果你更注重性能的话，我就不太建议选这3家一线大厂了。当然这个一线大厂抛除它的性能，其实还有一些卖点在里边。比方说这个品牌溢价拿着手里呢比较有面子，比较有优越感。再一个呢，在出二手的时候，在市场的流通比较方便，也可以说它比较保值。因为在评论区或者是微信聊天的时候，经常有球友说，我这个非常喜欢这个樊振东，我买了个樊振东 ALC， 这个板子为什么退台没有劲儿呢？我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套胶？我说你就别操那心了你换完套胶，你基本上也会得到2张基本接近全新的套胶，因为配上它也没有底劲儿。我就说他，如果你注重单板质量，那你为什么要买个樊振东 ALC 呢？这个板子呢，我在评论区或者直播的时候也经常说，樊 A 这板子你买我卖给你，是不是？你让我买我不买。
这个板子我给它的定位，第一就是儿童板，小孩刚学球打打进阶；第二个陪领导，你回的球太顶，那领导接不住了，你主要是用它付出挺大的劲儿啊，表演的很生动形象，你感觉挺使劲儿，还打不死领导，哎，这个领导就非常开心。当然有一点调侃的成分在里边，但是呢，在买球拍的时候，你不仅要看价格，更重要的是你要看这支底板的性能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我个人的观点，1000以内就不用看3大厂的产品。原来都说蝴蝶是标杆，维斯是标杆，现在说1000元为什么不买维斯？哎，你现在维斯这个性能，在外置5+2蓝防碳里边同价位，我觉得不能说倒数也差不多，根本就拿不到标杆的这个地位。你说我注重品牌，我注重保值，我注重心理的优越感，当然你可以选择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也许大家有不同的认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好，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